台灣新台幣啊，把孫中山從新台幣上刪除了，換成了台灣花鳥魚蟲啊，台灣特產的那些小鳥啊，花花草草啊。哦喲，中國大陸國台辦不幹了啊，強烈谴責台灣當局把新台幣上的孙中山刪掉了。去你媽的，你管得着吗？新台币删孙中山關你中国大陸国台办個屁事兒，咱就他媽的搁一邊看戏講。第一，你中國大陸有孙中山嗎？你不也没有孙中山嗎？你他媽要是有孙中山，你還可以說两句，你自己都没有放孙中山，你有没有搞点逻輯呀？我操，你中国国台办是不是傻逼？我操，人家以前有孙中山，然後删了，我操，你不幹了。如果你牙定的也有孙中山，你可以不幹，你没有啊，这是第一。我就把他奇了怪了，关你屁事儿啊！我操，这不他媽的跟沒關係啊，跟你這是第二。人家新台幣刪掉孫中山是他媽一個進步啊，太進步了。因為孫中山他的行為是要打一個很大的質疑的，你把這種人當成他是亂臣賊子。我是認認真真的學了10年的民國史，我之前也很崇拜孫中山，我認為他是中國民主先行人，跟你們是一樣的，我也看國共兩黨的書長大的，但是我後來越看越不對啊！我跟你們說幾個關鍵的詞兒，你們自己去看是不是？第一，孫中山有幾個女人？孫中山有幾個老婆？你們自己看，孫中山有幾個老婆？孫中山是不是有過日本老婆？而且日本老婆很小，他每個老婆都是16、17歲就給人肚子弄大了，而且都是始亂終棄。除了宋慶齡，別的宋慶齡之前就是隔幾年換一個，隔幾年換一個，你們看是不是我胡說八道的？是不是我胡說八道？然後日本的那個老婆生的孩子，他養了没養？你從一個個人的角度，宋慶齡他爸爸是不是叫宋查理？宋查理是不是孫中山的鐵哥們兒？是孫中山的哥們兒啊！結果孫中山把他老婆不是把他閨女給睡了，宋查理是不是氣得要死？就是孫中山要跟宋慶齡結婚的時候，宋查理是不是如他媽的如坐針氈，如饮刀俎？这作為一個人來說，咱們就不光他是幹什麼的，就作為一個人來說，你覺得他是個好人嗎？我們都是為人父為人母，我們都是為人子為人女的人。就是你身邊有個叔叔大爺是幹這個事兒的，就是你爸爸的朋友跟你爸歲數一樣的，稱兄道弟的，然後跑你家把你姐給睡了，拐走了，把你爸气半死。而且之前都4個老婆了还是5個老婆了，他一直這麼幹，他不是第一次了。所以這個裡邊這是他私生活啊。小粉紅不要着急，小粉紅自己去看孙中山有幾個老婆啊，百度上有的是。第二個啊，大家重點找一個詞兒叫陶成章。陶是陶铸的陶啊，陶然亭陶淵明的陶，成是成功的成，章是文章的章啊，陶成章。你们就看陶成章是不是浙江同盟，他们那时候叫同盟会啊，国民党初期的那個組織天地會同盟會，陶成章是不是浙江派的老大啊？浙江人啊，浙江人很多革命先烈啊，比如說邱瑾就是浙江人，魯迅浙江人，就是浙江是一大派啊。浙江一派和廣東一派都是當時2大派。廣東就是孫中山啊，什麼汪精衛啊，他們就是廣東人啊。浙江蔣介石也是浙江派啊。浙江派裡邊有一個人，一個大老板叫陶成章。陶成章是不是一直在寫文章，在發表文章，問孫中山把革命經費貪污到哪兒去了？就是你哥，你今天怎麼罵郭文貴？你昨天你就可以怎麼罵孫中山？就是革命經費去哪兒了？就這麼一個問題。孫中山你甭管當總統啊，當總理還是去日本，陶成章就追着他，指着他鼻子罵。就是當年在東京總部的時候，党部的時候，你把那個錢弄哪兒去了？那筆錢去哪兒了？都不是小錢啊，每一筆都是上萬大洋，都去哪兒了？都是幾萬大洋，甚至10幾萬大洋。不說，你不说我就追着你喊。急了之後呢，就派蔣介石和陳其美吧2個黑道了啊，過去就把陶成章打成筛子了。这事蔣介石日記自己寫的，我他媽替孫先生出口氣，我給他打成篩子給他。這第二個事兒有沒有這事兒啊？那麼也就是說，從
手腳乾淨程度上来说，大家也得出結論了啊。第三个事儿，宋教仁怎么死的？啊，宋教仁怎么死的？宋教仁究竟是谁给打成筛子的？你说是袁世凯干的吗？袁世凯死了，死无对证。宋教仁最大的可能就是被孙中山干死的。宋教仁是孙中山的学生，也是孙中山最有力的左膀右臂，当然要取而代之啊！因为孙中山犯的错誤，宋教仁没犯；孙中山的那些负评，宋教仁没有。宋教仁成功的取孙中山而代之，成为了国民党的新的党魁。正在这个高高兴兴啊，全中国当时民主選舉，宋教仁所帶領的國民黨大獲全勝，去北京當總理的路上，在上海火車站跟大家再見啊！上火車的路上，在闸北叭打成篩子了。洪樹祖幹的呀，哪個洪樹祖？洪金寶他爺爺幹的。那所以宋教仁怎麼死的？大量的文章啊，國共兩黨的研究者大量的文章都解開過，就是袁世凱沒有理由殺他，袁世凱殺他的理由不成立，對袁世凱沒有任何好處，而對於孫中山來說，那好處大大的。他已經是被攆到日本被臭的街的這麼一人，結果宋教仁一死，他在日本馬上要被罰，也替宋教仁報仇。宋教仁本人死之前，咽氣之前，還給袁世凱寫了一封信，用詞非常客氣，說我今天去不了了，我中槍了，媽的有壞人幹我，所以你先頂一頂工作啊，我不能就任了。你要是宋教仁，你肯定清楚是誰幹的，你心裡邊肯定清楚，有數，沒證據，但是猜也能猜差不離。人都是有本能的。如果是真的是袁世凱幹死宋教仁，宋教仁臨死之前還給袁世凱寫這麼客氣的交接信，那不得氣死你，都恨死你了，我操！那是要他媽的罵你的，要開公開信，你派人殺我。包括最後的那個審訊，就是殺宋教仁的這個案子的偵破和審訊過程，充滿了謎團。所以這個是第三、第四，孫中山北伐的錢哪兒來的？2次，他幹了2次北伐。第一次北伐，德國人給的，在青島的，當時德國在一戰的時候打敗了，但是德國在中國有巨大的商業利益，就是中國的山東當時濟南、青島是德國的殖民地，大量的德國國有資產、皇有資產啊，當時德國有皇帝，皇有資產、國有資產在青島、山東。德國不甘心自己就這麼失敗了，一定要給其他國家搗亂。所以呢，尤其是英國，尤其是這個戰勝的一方，所以德國在戰敗之前，緊急召孫中山到山東密謀，把德資即將被戰勝國沒收的德資全部給了孫中山現金，讓孫中山拿去做幹革命。這是他第一次北伐的錢。第二次北伐的錢，那大家就都清楚了，蘇聯給的呀。蘇聯不但給錢，還給人。我做過專題啊，無論是德國還是蘇聯，這不就是典型的利用外國勢力的外國錢財去顛覆本國合法政府嗎？你這不是犯罪嗎？你這是刑事犯罪啊！你這是造反罪、謀反罪啊！說那就是大家就想起了全斗煥造反之前那句話了。什麼叫犯罪？打輸了才叫犯罪，打贏了就叫革命。全斗煥在韓國搞兵變，顛覆合法政府，自己當了韓國總統。所以你說這樣的一個人，國共兩黨把他尊為國父，你不是他媽的，這是歷史的倒車呀！之所以海峽兩岸的中國這100年都充滿了這個所謂的這種波折倒霉，根兒就在這兒啊！大清雖然落後，雖然挨揍，但是大清年間有一個浙江杭州的女人，普通老百姓受了委屈，上北京上訪，沒有遭到北京當地的公安打他，也沒有遭到浙江的公安解訪。不但沒有遭到打他，不但沒有遭到解訪，北京當地的報紙還採訪他，把他受到的冤屈公之於天下，
北京的藝術家們還把他的這個冤屈拍成了最新的電影電視劇，引起全國轟動。最後北京的領導給他出主意，做所謂的预審，撤了省長、省委書記、市长、市委書記、县长、县委書記，一直到欺負他的那個人，全部繩之以法。這是大清的真事兒。這個女人叫楊乃武，就是杨乃武與小白菜的杨乃武。你作為今天的中國韭菜，你不覺得汗顏嗎？你今天的中國老百姓受了委屈，你在北京上訪，我操，哪一個記者敢採訪你？哪一個明星敢把你的冤屈拍成電視劇？早他媽街坊給你打死了，我操，这打不死給你弄他媽精神病院去了。所以中國的老百姓的人文退化是很嚴重的。过去的100年，1911年大清亡国，中華民國成立，雙方的交接沒有大的流血，沒有殺人百萬，沒有，是滿清通過協議把國家轉讓給了民國的合法政府的。這是很難得的，因為任何一個國家在100多年以前啊，任何一個國家推翻帝制都是要殺人無數的。法國、這個俄國、德國，就是推翻帝制、建立共和過程全是殺人無數的。而我們中國沒有殺人無數啊，中國的辛亥革命殺人很少，就是那句話，李毅那句話，就是等於沒死人嘛。這麼落後一個國家，怎麼這麼先進的就過渡了？就這麼先進。就過渡了。過渡了之後，北洋民國就是第一屆中國的北洋民國，之所以出現府院之爭，正是由於孙中山，因為他不得不把總統的位置讓給袁世凱，他於心不服，所以他呢，在中華民國的憲法裡邊，在中華民國的國體裡邊，強化了總理的權力，弱化了總統的權力，這是孫中山幹的啊。為什麼？因為孫中山想，你他媽不讓我當總統，我當總理。結果他就沒想到，他丫的沒當成總理，總理居然讓宋教仁當了。就是說，他給別人做了嫁衣裳，他給他的馬仔做了嫁衣裳，所以他要殺掉宋教仁，自己去當總理。當總理當不成，自己當總統啊，北伐。總之就是做這個黃粱官夢，一直是折騰，一直到死都在折騰。最後北洋軍阀自己分崩離析，請他來當總統，他可高興了，這回不用北伐了，直接來請他到北京當總統了。因為各方軍閥混戰，誰也搞不定誰了，請他到北京當總統。他死在路上了。你看，這就是命，蒼天有眼，這就是命。他人走到天津就不行了。你看看，就是什麼？就是你沒那個運。沒那個命，你就在那非得折騰。好了，我對孫中山的觀點就是這麼鮮明，所以把他從紙幣上拿下來太對了。將來還要我們中國文明了之後，法治了之後，還要把他從歷史教科書上拿下來，對他進行客觀的評價。他有沒有積極作用？有，他傳播了革命理念，這是有的。但是他的負面評價也很高，為什麼？第一，他貪污經費。第二，他對女性不尊重，不停的結婚，而且都是弄那年輕的姑娘，把日本的小姑娘都給禍害了啊！禍害完了之後，肚子給人弄大了之後，我不承認。所以從國家缔造了以後，整天想自己的那點權利啊，不是不讓我當總統，我就想辦法運作總理，造成中國政體不寧，府院之爭啊！然後他媽的这個。我的小弟要當總理，我就幹死我小弟。你们要查我過去革命過程中貪污的經費，我幹死你。你這客觀的評價嘛，他就是幹哪個事兒不是他幹的呀？沒拿德國人的錢，還是沒拿俄國人的錢呀？為什麼第一次北伐只有海軍跟着他呀？你們想想，你們歷史課本，中華民國海軍總司令薩振兵將軍，是不是帶着海軍的船？帶着海軍跟着孫中山先生北伐，打陳炯明也是海軍開炮，孫中山動不動一拍桌子一吹鬍子，我操，你們再一個不聽我的，我就去燒火，我就去生火。老王他要生火烤面包做飯吧？不是，那個時候的軍艦呀，那是蒸汽機的，他要生火燒他那個鍋爐去，燒的幾個小時，他那個軍艦才能動。
那意思就是我要幹你啊，我要生火。为什麼海軍跟着他？你們想過沒想過這個？好奇怪呀！海軍怎麼那麼尊重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念呢？這不對呀！中國什麼時候海軍是主流啊？因為海軍貴呀，海軍他媽一艘輪船得花錢呀。老孫那點錢養陸軍養不起，他正好夠養海軍。德國人給了他的錢啊，我說的就是歷史結論。我告訴你的結果就是，德國人就是一戰之後，德國人給他那錢呀，他正好收買了中華民國海軍，所以薩振兵就帶着海軍跟着他混，还就這麼簡單，就那10幾條船。你不要以為是今天的海軍啊，航空母艦啥，那時候海軍就那麼10幾條小遊艇啊，上面帶着炮，哎，挺厲害，轟誰完。所以孫中山是國共兩黨的國父，這個不假，但是這個國不是中華民國，這個國是一個獨裁的黨國。這個軍隊無論是國軍還是共軍，都是黨軍，只知有黨而不知有國。所謂黃埔軍校就是國民黨的軍校，培養出來的戰士幹部全部都只忠於國民黨而不忠於中華民國，所以他的軍队叫國民革命軍，它不叫中國國軍。當然共產黨解放軍他們有過之而無不及，但是都是一個模刻出来的。中山裝是德國軍裝，哎呀，這沒辦法啊。老王講的都是野的出汁的野史，那麼野史更加真實，野史能解釋你理解不了的細節。譬如說，為什麼中華民國海軍跟着孫中山鬧革命？你這我不告訴你，你能想得到嗎？啊，所以这個好了。